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ileen。今天的视频呢的灵感来源其实是跟一个朋友逛街哈，当时他跟我描述了一下他想要找的风格、款式、剪裁类型、花色，那我就快速的给他推荐了可能可以找得到他想要的那个单品的品牌。结果呢，他一去逛那个店就说，哎，没错，这就是我想要找的单品。那我就发现呢，其实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调性，自己擅长的版型或者是花色。那如果呢，你不想在每个品牌之间来回的游走，想要精准的了解每一个品牌时，那这一期视频呢就可以快速的帮你去了解5个带有法式浪漫 DNA 的一个品牌。那还是老规矩，在视频开始之前不要忘记右下角 CD 打开字幕选项。那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要聊的第一个品牌呢，就是 Cézanne。稍微对这种法式浪漫基因品牌有了解的人，肯定都会对 Cézanne 不陌生了。那有意思的是呢 ，Cézanne 的创始人 Morgan Cesaroli， 他跟很多的品牌创始人不一样，他其实呢，并非是这种时尚行业的从业者，他一开始呢是在 eBay 上面转售老物件起家的。那些他亲手修复的、改造的这种具有复古风味的单品呢，意外的就走红了。那这一整个品牌基调呢，基本上也是构建在它原有的一个复古的审美体系上。那2013年呢，顺水推舟 ，Cézanne 呢就作为第一家纯线上的偏高阶的女装品牌，他们也就开始起家了。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Cézanne的官网，它不单是卖女生的衣服啊，那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调性的，但是男装版本的。那创始人 Morgan 呢，他自己也是非常拒绝去做这种类似快时尚的，整个主要的还是以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去做它这个品牌。就像我衣柜里边有的 Cézanne 的马海毛开衫，我相信大家就属于是入门 Cézanne 必入的一款哈，也是他们家这么多年来吧屹立不倒的，春夏秋冬都能够在卖的一个经典款。那 Cézanne 呢，从线上做到了线下，走到门店里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这一排的非常好看的这种织物的墙，那颜色啊、款式啊，都属于是经久不衰的。可能我是3年前买的，但是你3年后还依然能够买到跟我同款的衣服。Morgan 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有说过，他相信衣服呢是应该去承载温度的，是有感情的，而且呢可能背后还有一点小故事。那他自己也说过 ，Cézanne 呢更像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一种新的优雅。那整个品牌的设计语言呢，还是以复古调为主，会让人家发现，其实这些衣服呢，放到10几20年前看呢，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潮流。有一种是你能够在外婆的衣柜里边找到单品，但是呢，添加了一点点比较创新现代的元素进去，那也符合了品牌起家的一个原因哈。泡泡袖上衣，还有不可少的就是针织衫作为他们家的招牌单品。你会发现他们的衣服非常适合休闲的时候穿，阅读、喝咖啡、走路、散步。那对于我而言呢，如果想要去找一些比较偏民族风感觉的衣服，有一点刺绣，用色呢比较大胆，但是呢又不会偏过于的荧光，以至于我们像这种亚洲人的黄皮不好驾驭。我个人觉得它是比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品牌呢更适合亚洲人来穿，而且整体衣服给到的尺码呢也会比较的符合小个子。那他们家也是不定时的会有跟一些品牌调性比较契合的人出的联名，比如说最近这一期出的，我觉得就非常的浪漫可爱，能够将粉色演绎到极致。视频里面提到的，不管是品牌的官网或者是我推荐的单品，都会整理好放在视频下方信息栏链接里面。还有呢，我也是开通了一个我的海外折扣购物群，如果身处海外的你们不想错过最新最棒的 deal 以及我日常分享的 OOTD 的话呢，就可以加我微信让我拉你入群。那如果说Cézanne像是更新了的外婆的衣柜，复古又温暖的话呢，那接下来这个品牌 Rouge 它就是这种热烈又奔放，能够把女性的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一个牌子。那 Rouge 的美呢，对于我来讲，它是一种慵懒的性感。它的衣服呢，总是能够符合我们印象当中的法式电影窄身裙雕刻出来的身体自然曲线，针织罩衫微微露出来的这个锁骨，印花图案这种浪漫却又不过分甜腻，真的是能够非常自然的将女人的这种迷人、浪漫、性感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我觉得其实浏览他们家的，不管是 Instagram 或者是官网都好，他们家的衣服呢，就是写着创始人的名字 Jeanne Damas。
她其实本来呢是一个博主、街拍、模特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出身的。那由于呢她自己的个性呢非常的鲜明，也受到了非常多人的追捧。在2016年呢，她就顺水推舟成立了自己的品牌 Rouge， 把自己的风格呢完美的注入到了这个品牌当中。她曾经说过 ，Rouge 就是这个品牌的灵感是来自于她的母亲、她的朋友们，他们曾经在90年代穿过的紧身裙，还有法国女人标志的红唇微笑，既柔软又坚定，是一种专属于女性独特的美。那 Rouge 对于我来讲呢，它就更擅长去做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浪漫主角。裹身裙、印花衬衫、缎面长裙是他们家最经典的3大标志。那当然，刚刚提到的法国红唇呢，这种唇膏类呢，也是能够在 Rouge 里面找到的。那我觉得这一个品牌呢，会更适合推荐给你本身就是很愿意穿、很浪漫、很大胆的，然后愿意秀出自己好身材的一个女生。那当然了，他们家的品牌呢，也是可以去做一个混搭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印花衬衫或者是缎面长裙，就可以跟其风格相较为差距比较大的单品去进行搭配。比如说像我之前那一期法式穿搭公式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可以拿它去跟这种很日常、很休闲，或者甚至有点中性的牛仔单品去进行搭配，又或者是像这种缎面长裙，可以去跟 oversize 的 T 恤去进行搭配，也是一个日常普通人能够很容易穿出彩的一个方式。那要说前面2个牌子呢，都是这种土生土长的巴黎法式感，接下来这个牌子可以将法式优雅、复古、浪漫这一系列的 DNA 都融入到美国本土当中，是一个来自洛杉矶的品牌 Reformation。那要我说 Cézanne 和 Rouge 是热烈奔放，非常一眼就能够让人明了的法式品牌。那 Reformation 呢，就是一个懂得克制，但是骨子里呢又隐隐约约的秀出他们的这种自由浪漫感。它性感，但是呢又不会那么的热烈招摇；它复古，但是呢又与时俱进。那 Reformation 呢，就是这种主打用极简语言去诠释法式浪漫的一个品牌。柔软垂坠的裹身裙、掐腰剪裁的吊带裙、深 V 和开叉呢，都是属于点到为止，非常轻易呢就能够构建出属于新时代女性的自我表达。那创始人呢 Yael Affolter 其实是出生于纽约的时尚圈，他呢曾经拥有过一个快时尚品牌，但是呢看到了这种快时尚品牌对于整个社会环境的污染，深感愧疚，所以呢就决定转行去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品牌。而且他也相信时尚呢不该是以一个牺牲地球为代价的这么一个产物。他提出的这个 Reef Scale 这个环保指标系统，那每件衣服呢都会清楚的标志出其生产过程当中节省掉的水啊、碳排放啊以及废料，让每一个消费者呢，特别是这种环保主义的人群呢，都能够明确的感受到这种环保的效益。那我觉得 Reformation 呢，它比起前面这2个品牌呢，能够选的日常能够 cover 的单品呢会更多。整体来讲呢，设计语言偏极简，能够找到一些日常中穿起来非常舒服和剪裁又不错的版型。那像他们家的裹身连衣裙呢，我会推荐给整个的胸型比较饱满、腰又比较细的姐妹去入手，不然可能就会像我这样选一些款式的时候进去上身试，会发现胸这边空空，但腰这边又紧紧的。他们家这1-2年推出的很多款式，像这种极简的2件套的裙子啊，或者是简单可爱的娃娃裙，又或者是像这种棉麻的长裤，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那当然，如果有通勤需求的，想要穿得更素一，那也是我今天分享5个品牌当中，我觉得大家最值得去看的一个牌子。接下来的这个品牌呢，我会给它的品牌印象描述成为是一个像是在南法山谷当中写诗的女孩。她的衣服呢，不会去追求完美的曲线，秀出性感的身材，而是主打的去讲述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柔软的面料、漂亮的印花和飘逸的廓形。那像这样一件来自 Doen 的连衣裙呢，就能够迅速的带你穿越回这种法式度假浪漫慵懒感。那创始人呢，其实是一对姐妹花了 Margaret 和 Catherine， 她们是出生于加州，童年的时光呢，基本上是都花费在了山间啊、乡村、海边这样子的地方。这段经历呢，也是
为后来他们创立这个品牌奠定了一个基础。他们更希望打造的是一个非常自由、诗意、浪漫的一个感觉。那创立这个衣服品牌的初衷呢，不单单只是想要去做一个衣服、卖衣服这么简单的一个理念，更想通过这个品牌呢，为女性去创造一种共享与互助的一个生态理念。他们把这个理念呢，也是整体贯彻到了他们的生产体系，会优先选择女性工匠去进行合作。那当然，品牌也是有不定期的举行这种公益项目，然后也会去帮助一些低收入的母亲或者是女孩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Dawn 的话，他们整体的衣服呢，就是这种蓬松自然的美，荷叶边啊、泡泡袖啊、木质纽扣、印花棉麻，都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些元素。那每一件衣服呢，都是这种带着自由浪漫的感觉。那去年呢，他们家的这件白色裙子就是一度卖到断货，根本就是买都买不到，抢也抢不到。那我觉得他们家呢，也是今天分享的里面呢，我觉得最不挑身材的感觉，是什么年龄段、什么身材都可以穿。那如果有在找这种比较有呼吸感的单品的话呢，不妨可以去看一下它。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把两个不同场景结合得很好的一个品牌 Faithful。那 Faithful 呢，对于我而言，它的一个画像就像是一个提着藤编包、穿着印花裙的女孩，在蓝色的海岸边一边微笑一边奔跑。它就能够很轻松的将这种法式轻盈感带进了热带度假的场景，也是属于能够很好的利用色彩和廓形去讲述青春浪漫，会更偏夏日风情感的一个品牌。那创始人呢，其实是两个非常热爱时尚和旅游的女孩。那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去巴厘岛玩，在旅行当中呢，就萌生了一个可以合作的想法。想说可不可以用这种印尼当地的这种手工艺和布料去打造出一个品牌，就是这种女孩穿上了就立马想去度假、想出去玩的一个感觉。他们的品牌呢，坚持这种小批量生产，而且呢，整个品牌理念是去倡导一个真实性。不管你的身材是婀娜多姿，又或者是平平无奇，穿他们家的牌子呢，都应该感受到舒适、自由，并且自信。那虽然呢，这5个品牌可能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是呢，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诠释了这种法式的浪漫。那我相信大家通过今天这期视频呢，也稍微的对这5个品牌的画像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那如果还想看更多这种关于品牌聚焦，我会把类似的品牌打包在一起，给大家整理出一个清晰的画像。我可能可以来讲一讲 Toteme Le Row 这一系列的比较极简中性风的牌子。那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那再一次感谢你抽空看我的视频，那你的每一个留言点赞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Aileen，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